有打算预定 Honda WRV 的观众朋友，今天这个视频不要错过啊！今天就让我带你们看一下 Honda Malaysia 刚刚发布的 WRV 到底有些什么特别之处。又见面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今天我是来到位于 Skudai Kiri 的 Yongming Honda Showroom， 来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 Honda Malaysia 刚刚发布的 WRV。在每次进入今天视频之前，希望我亲爱的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点个免费的订阅，还有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帮助我在今年之内达到1万个订阅。当然也别忘了多多支持我的 Facebook Page 啊，在这边也是谢谢你们支持。OK 啦，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 ，Let's go。观众朋友，现在在我身后就是 Honda Malaysia 最新发布的 WRV。这一次呢，它是有4个版本 ，S、E、V 还有 RS 版本。但是今天我们比较集中是在于这个 RS 版本啦。WRV 它的定位是一辆无人座 A segment 级别的 SUV 小车。观众朋友，你们也可能在一些主流媒体上面看到这个 WRV 的定位，他们也可能会讲是一辆小 B segment 的 SUV。不过这样子讲回来啊，一下子 A segment， 一下子小 B segment， 怎么听起来好像是在买女生贴身衣物这样子啊 ？A 小 B。不要瞎掰好吗 ？WRV 它的外观啊，看起来是一辆非常 sporty 的小型 SUV 车，再加上啊这个 RS 版本，它中间这个 grill， 它中间的 grill 上面呢是有小颗一颗的 chrome accessories，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有精致的感觉。再来就是这个头灯呢，它是采用了反射式设计的 LED 头灯，头灯里面它还整合了日行灯，再加上序列式的 signal 灯。开灯的时候，我个人觉得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好看。这个 Ford Lamp Finisher 的 design 就有点像是 Honda City 或者是 City Hatchback 它的 Ford Lamp Finisher 的 design 啊，有2只尖尖的角凸出来这样子。它的 Ford Lamp 也是采用了 LED 的 Ford Lamp。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大镜上面呢是有 camera 的。这辆车呢，它虽然讲是一辆 A segment 级别的小车，可是它也是具备了 Honda Sensing 的功能，包括了有车道偏离提醒、车道偏离控制、防撞预警、ACC 跟车、前方车辆离开提醒等等。但是它少了一个 Honda City 或者是 City Hatchback 有的功能。至于什么功能，等一下我再让你们知道。WRV 它的避震设定是前轮采用了 MacPherson， 后轮采用了 Torsion Beam 的避震设定。这样子的避震设定基本上也是和它的对手是一模一样的啦。它的刹车是前轮采用了 Disc Brake， 后尾是 Drum Brake， 因此这个 WRV 它是少了 Brake Hold 的功能，这一点就和 City 或者是 City Hatchback 不一样的部分啦。RS 版本的 WRV 它的铝圈是采用了一个17寸的铝圈，这个铝圈是采用了双拼色铝圈，是采用了 Chrome 加上 Piano Black 双拼色的铝圈。这个铝圈的设计，我觉得看起来是非常的中规中矩啦。再来是它的轮胎是采用了 Continental 的 UC6 轮胎，轮胎的尺寸是215/55 R17。S 版、E 版或者是 V 版本的话，它的铝圈是采用了16寸的铝圈，那个铝圈的设计就没有这么好看啦。除了这个17寸的铝圈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WRV 它是一辆 crossover 的 SUV， 因此在车侧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大面积的防刮材质的饰板。这个 WRV 它在左边是有 Lane Watch Camera 的，只不过啊，这个 Honda 一路以来是没有360环景显示啊，这一点的话就可能就比较可惜一点了啦。WRV 它的车侧部分有一个东西我是非常喜欢的，就是它采用了和 HRV 一样的隐藏式门把手。除了这个隐藏式门把手之外啊，这个 WRV 它有一个功能我是蛮喜欢的，就是它拥有 Walkway Auto Lock 的功能。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把锁匙放在身上，你们忘记锁这个车门啊，你们只要离开这辆车子一定的距离，它就会自动的锁起这个车门。哇，这个功能真的是解救一些时常忘记锁车门的朋友啦。Nice。OK， 来到这个 WRV 它的车尾，这个 WRV 它的车尾设计，我是觉得啦，看起来就比较平整，少了一点掀背感。然后它的 LED 尾灯，它的设计就跟11代的 Honda Civic 有点相似，也是采用了倒 L 字形的 LED 尾灯。至于好不好看，就看个人啦。但是开灯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 LED 尾灯是蛮不错看一下的啦。OK， 打开它的尾盖啊，这个 WRV 它的尾盖是只有2只油压顶杆给它撑起来的，它是没有 Power Tailgate。至于它的尾箱容量，我收到的数据是 WRV 它的尾箱容量是有380 L， 它是比它的对手多了一点点。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箱的承载方式呢，它是采用了一个伸进去的设计，这样子目测应该是可以放4个大型行李箱啊。观众朋友，你们有需要更大的承载空间，它的椅背也是可以支援6/4分离倾倒的。倾倒过后，你们就可以去 IKEA 载一些桌子啊，还是橱啊这样子的大型家具有咯。再来啊，马来西亚的买家一定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WRV 它有没有 spare tire？ 这个 WRV 它是有 spare tire 的，它的 spare tire 是藏在这个板下面。因此，你们拉开这个板，下面就有一个铁 rim 的 spare tire。
所以想要入手这个 WRV 的观众朋友，你们大可放心啦。WRV 它是有 spare tire 的，它没有被 cut cost 掉。打开这个 WRV 它的摩捏盖，可以看到摩捏盖上面是没有任何 UR 点杆的，它是采用了手动的方式，就是这个铁杆把这个摩捏盖撑起来。WRV 它的动力是采用了 1.5 NA 搭配了 CVT 的变速箱，它的最大马力是121匹，最大扭力是145牛米。至于马来西亚版本就比较可惜啦，就不像印尼版本这样子，因为印尼版本它是有6速的手动挡选择。好，基本以上啊就是这个 WRV 它的外观，还有它动力配置，它的避震的介绍大概是这样子啦。现在就让我们坐到后座来体验看看一下这个 WRV 它的后座乘坐体验到底会如何。Let's go。来到这个 WRV 的后座啊，我们先来讲一下这 WRV 它的后座有些什么配置。这个 WRV 它的后座是没有后座冷气出风口，这一点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啦。再就是在这个 armrest 下面呢，是只有一个 power plug， 就没有任何的 USB 充电孔。至于它的椅背，虽然讲它是有 armrest， 可是 armrest 上面是没有任何置杯架，它的置杯架是放在门板的左右，因此要放多的水杯就可能比较局限啦。至于后座的综合乘坐体验来讲，虽然讲这个 WRV 它的车身轴距是比起它的对手少了一点点，可是可以看到前座的椅子距离我的膝部空间，我觉得 OK 啊，蛮不错一下的，还算是蛮宽广的。虽然讲这个椅垫啊可能就短了一点啊，这一点没有办法啦，因为这个是一个 A segment 级别的小车，对于空间的利用就比较有限。它的椅背倾斜角度，我是觉得就偏直了一点，头部空间也 OK， 大概是有一个拳头多的距离。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地台其实中间的部分也没有隆起到很高，因此后座如果是说要坐2个大人再加一个小孩子，还算是 OK 的。好，基本以上就是这个后座的综合乘坐体验。现在就让我们去到前面来体验一下这个 WRV 它的前座的内饰有些什么特点之处，再就是它的乘坐体验又是如何。Let's go。OK， 来到这个 WRV 它的前座 interior。首先，它的 dashboard design 我是觉得看起来比起它的对手来得更加的好看，更加的有设计感。再就是这个 RS 版本，可以看到它在 dashboard 那边呢是有红色的饰条，这个饰条呢它是有碰上了一些金属颗粒的感觉，整个看起来非常好看。当然不止这样啊，这个 RS 版本它的皮革也是有加入了红色的车缝线，让它看起来更加的 sporty。所以因此来讲，这个 WRV 它的前座的 dashboard design 蛮不错看一下的。而至于配置部分啊，音响主机是采用了一个7寸的触控屏的音响主机，然后这个音响主机呢，它也是可以支援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的。但是刚刚我也测试了一下，它的 Android Auto 的连接是采用了有线的连接，至于可不可以无线连接，我就不太清楚。这一点就可能要询问一下 SA 是否这个 WRV 它的 Android Auto 或者是 Apple CarPlay 可不可以无线连接。除了这个7寸的触控屏主机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它的冷气是采用了按钮式的，这一点我是非常喜欢啊。在忙操作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刚刚在车的时候，我有说到这个 WRV 它的后尾的刹车是采用了 drum brake， 因此它的手刹是采用了传统的手刹，它是没有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的功能。然后在这个手刹后尾，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小小的 armrest， 虽然讲这个 armrest 有点小个啦，可是靠起来还算是 OK 的，它的 position 是对的。再来就是这个 steering， 这个 steering 上面呢是有皮革包覆，手感还算是蛮不错一下的，抓起来的手感就有点像是 City Hatchback 或者是 City 的 steering 这样子的手感。再来这个 RS 版本，它上面是有红色的车缝线，然后这个 steering 呢，它是只可以做下跟上，它做不到前跟后的调整，这一点是有点可惜啊。在这个 steering 后尾，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这个 pedal shift 功能，它的按钮的质感我是觉得蛮不错的，蛮有回馈感的，给到你那种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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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感觉。这个 WRV 虽然讲它是一个 RS 版本的 WRV， 可是它的 meter 呢也是采用了2个实体指针，中间加上一个 4.2 寸 TFT meter 的 meter。它的前座综合乘坐体验来讲，首先啊，它的椅子采用了皮革，加上旁边呢是有一些绒布的组合，皮革摸起来算是蛮有质感的，不会让你觉得是那种廉价皮革的感觉。然后它的泡棉设定是有弹性的，然后支撑性也蛮不错。然后椅背它靠下去的感觉是蛮有层次感的，不会让你觉得它很平平无奇。然后它的包覆感我觉得也 OK。再就是它的椅垫就可能短了一点点，如果是说再长一点点，就真的是更加的好。整个坐起来还算是蛮有质感的这个椅子。OK 啦，基本以上就是这个 WRV 它的简短介绍啦。对于这辆车是真的是有点超乎我的意料之外啦。当时候看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辆车可能它的后座乘坐体验就没有这么理想，可是坐起来的时候，还算是蛮不错一下的。因此啊，新山区的观众朋友，如果对于这个 WRV 你们有兴趣的话，想要了解，你们都可以来到位于 Skudai Kiwi 的永明 Honda Showroom 这边来找他们的 SA 来了解看看啦。我个人是觉得这个 WRV 它的最新的这个 Stella Diamond Pearl 的颜色真的是不错看一下啦，你们一定要来到现场这边看一下哦。好，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啦。如果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呢，就麻烦你们帮我按赞分享一下，也希望你们支持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我的小铃铛，帮助我在1天之内达到1万个订阅。当然也别忘了多多支持我的 Facebook page 哦，在这边也先谢谢你们支持。好，这样的话就让我们下一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